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呢，最主要的是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用起来非常意外，但是非常好用的一个 AI 工具。但是在开始我们正式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读到的一个书上的一个观念，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那基本上我读的这本书叫《逻辑思维》啦，也是一本蛮久的书，但是它里面提到一个观念，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那他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叫做内心董事会。概念上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那什么样的问题会叫棘手问题？就是它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不管你怎么做呢，都会有一些人得到好处，有一些人得到坏处，各方都会因为他做出了一些改变，而且呢，他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可以去查询，他没有一个之前人做过的方法可以去跟着走。我觉得它的概念就有点像是创业，就是很多时候呢，原来同一个行业有这么多种不同的做法，最后都是可以做得很不错的。但是呢，并不代表这个东西拉来自己的团队就可以做到，拉来自己的公司就可以做到。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走出一条没有人走过的一条路，它才有可能是变成一个持续的一个商业模式，或者持续的这样子走下去。所以在这过程中呢，面对这样子很多棘手的问题的时候呢，该怎么样做出一个最好的决策？所以这本书就教了这样子内心董事会的一个方式。它的概念呢，其实我觉得它的那个底层逻辑是非常好的。那这个内心董事会的做法是怎么样呢？内心董事会的概念就是你要在你的心中想象有很多不同的人，假设大家都来这个董事会一起来决定这个东西的话，他们会做出什么样一些言论？比如说，最近我们想要增加我们一个新的服务，那我应该增加什么样的服务好呢？那这个时候，如果我在我的心中想象有这样子的一个董事会发布的话呢，那来的人会是谁？首先，当然是我的客户，就是用这个产品的客户嘛，可能是跟着我们很久的客户，可能是一些未来可能对我们有兴趣的一些客户，可能是我的一些 supplier，可能是我的员工，可能是我的团队成员，可能是我自己，或者是可能社会上某一个因为我这个服务便造成影响的一些人。所以当你有这些人都加入到这个董事会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去模拟他们可能会问出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他们会在意什么样的事情。实际上我觉得蛮好一个点，就是当你真正的开始有把这些人都放在你的一个决策里面的时候呢，其实你做的那个思考和那个决策呢，它都会比较的全面，你就能够考量各方的一些利益，最后做出来一个最佳符合大家的一个东西。如果你今天只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角度在做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会发现到它带来的延伸的问题是很多的。但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已经尽量的照着你觉得最适合的人选都已经进来了，比如说我增加这个新服务的情况下，我不能够提高价钱的原因是什么？我都需要考量我的团队成员，我都需要考量我的 supplier， 我都需要考量我的客户感受到的价值感。当我考量了全部东西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到你做出来那个角色一定不会差到哪里去。当然，它还是有好跟不好，但至少它是能够让你在面对棘手问题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你的一个工具。所以我就发现到，诶，其实是在思考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这些东西都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就是我的思维是还没有到的。但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些读书的方式呢，突然间我就领悟到了一个新的方式去思考问题。这东西可能讲起来大家都知道嘛，就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换位思考嘛。但是他用了一个非常具象化的形式，让我知道内心董事会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模式可以是这样子做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想要分享的，就是我发现到很多的好东西都在一些好书里面。怎么样遇到好书，怎么样不断的去看书，怎么样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思维，我觉得这个 AI 年代变得更加重要。哪怕我们没有办法像 AI 这样子迭代那么快，学习那么快，但是呢，我们的学习是不能够暂停的，因为它会持续的影响我们的未来的工作能力也好，做决策能力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人生能不能够变得更圆满，我觉得都是从读书这里来的。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呢是关于 Typeless 这个 AI 语音工具。那其实我会看到这个是因为我的 YouTube 有很多的一些人在推荐，包括一些台湾的 YouTuber 都在推荐，所以呢我就去了解了一下这个产品。那其实呢我在了解这个产品之前呢，我才刚刚购买了另外一个 AI 的一个语音工具。就是呢我其实遇到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知道呢今天我想要让 AI 给我一些更好的答案，我就必须给他更好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我需要很清楚的描述出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我的一些背景的东西是什么，我需要他完成的任务方向是什么，我有什么样的资料，有什么样的 SOP， 有什么样的东西是需要他跟着去做的。所以当你只有把这些资料的准备齐全之后呢，你的 AI 才有可能给你一个更加好的答案，否则他给你的都是一些很基础
很普通，大部分人拿到东西都一样，甚至是可能很低劣的一些品质的一些答案，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呢，你的 prompt 的长度、你的 prompt 的写法、你的 prompt 提到的东西呢，它都会影响最后这个答案的输出。那怎么样让我可以更加好的去输入更长的一个 prompt， 或者把我更多的想法、更多的该我提到这些东西都放进去呢？就是要靠打字。那打字又是一个非常没有效率的东西，就是尤其是我就觉得我打字速度特别慢，然后很多时候我头脑已经想到这些东西，打字打不出来，然后可能它已经经过我的头脑一闪而过之后呢，还是没有打出来，所以我就发现到这样子一个很大的痛点，就是我需要一个更快的方式，把我头脑里面的东西给传达出来，传达给 AI。那这个时候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 dictation tools 或者是一个语音工具。简单来说，就是我在这里念，然后它就是一个工具，会帮我把它变成文字。这个就是我需要的一个工具。所以呢，我就找来找去之后呢，最后找到一款我觉得性价比很高，而且直接可以买断的一个工具，我就开始在使用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让我接触到了 Typeless 的工具，然后结果我本来只是因为大家都推荐，我就试试看看。加上呢，它现在有一个月的一个试用期，所以我就开始去试用。结果没有用还不知道，一用之后才发现到，原来这个就是我在寻找的工具，而且它的预期的效果比我想象中好那么多。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这个工具可能是对你来说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东西，这个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但是呢，其实它是在我们在这个 AI 年代，想要跟 AI 做出更好的一些结果的时候，它是一个必备的工具，而且有很多的功能是从来没有想到，一直到我有了这个工具，我才发现到原来可以这样子做。那首先很多人就会问，你需要一个把语音转成文字的一个工具，那你直接用 Gemini 就好啊，你直接用 ChatGPT 就好，或者是你难道不知道你的手机的键盘就有这个语音的功能可以用吗？这些东西我们当然都试过，我甚至都已经用过了。但是我自己体会到的还有几个痛点。首先，第一个我们来讲 AI，就是我发现到在跟 AI 的这些语音工具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 ChatGPT 算是里面做的最好的。但是比如说像我在用 Gemini 啊，它都有一个问题是，当我把我的话讲完之后呢，他会马上的抢断去接话，去接东西，他就以为我讲完了，他就开始要给我答案。所以这个就是我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呢，我讲完只是因为我的头脑宕机了，或者是我刚好头脑现在的思绪就只到这里，我还在想下一步我要怎么做，或者下一步我要怎么表达，或者是我的下一个东西是什么，或者是我刚刚讲的对不对，我还在思考这个东西的时候呢，AI 就已经开始回答了。所以就变成我很烦，一直需要去删除这个东西，然后它的那整个使用体验感不好，然后 AI 又开始浪费了很多运算的，就是去运算我还没有准备好的一个 prompt 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之前遇到的问题。那用自己一些原生的，甚至是我刚才讲到我之前订阅的呢，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它无法那么准确的识别我想要讲的一些话。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一个使用的体验嘛。我们每个人讲话都会有自己使用的方式，或者是我特别喜欢用的字，或者是我特别咬字不清楚的地方。而且呢，在马来西亚有另外一个更加大的问题是关于语言，因为我们使用的语言，这样大家听我的 podcast 可能就会发现到，诶，我们是有中文、英文，甚至马来文都会掺在一起，甚至还有很多方言是会掺在一起的。这么多不同的语言掺杂在一起的情况下面呢，这个时候我想要跟 AI 沟通，我想要让一个 AI 听懂我在讲什么，就变得非常的困难。因为大部分的 AI，不管是我在剪辑还是我在各个地方使用的 AI 呢，他们辨识同一个语言还算 OK，但是辨识不同的语言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大的挑战。它一定会一个地方做得很好，另外一个地方做得很差。我就一直找不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工具。那时候我订阅的是我觉得还不错的，但是呢 Typeless 完全没有以上的这些问题。它是一个真的是我可以这样随意的切换中文、英文，它会直接的知道现在是在讲中文，现在是在讲英文。当然你在它的设定那里是可以调，我大部分会用的语言是中文、英文，但是呢，它不是一个单选项，很多的 AI 工具都是单选项，就是我只能够选中文或者英文。它假设每个人的语言都是一种，但是像我们马来西亚这个特别的案例呢，我们是需要超过一种的语言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泰勒就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绝对是超出我的想象的。再来就是关于我的一些赘字，就是当然人家讲话中总是会有这些东西，然后呢还有标点符号，还有重复的字，比如说我可能会不断的重复每一个东西，或者是我可能讲了2次，我会这样子的重复这个东西。那这个时候呢，这个 Typeless 呢，它就会直接帮我编辑好这样子的一个句子，直接帮我把这些重复的字、赘字、标点符号全部都给写好，而且那个格式呢，写的方式是非常非常的整齐的，就是他甚至可能会在我跟他说的过程中，比如说我跟他说，
我需要的这个东西是这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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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直接知道哦，这可能是一个指令，他就会直接帮我变成第一项是这样子，第二项是这样子，第三项是这样子。这些标点符号输出的格式呢，完全是按照他的一个了解去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最简单的一个讲法就是，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助理，就是之前我们的做法或者之前的一个 AI 的一个语音工具呢，我觉得它更加像是一个工具，就是它听到什么变成什么，听到什么变成什么，你要它自己去修改文字，自己加入标点符号，自己删除赘字，这些是很难的。但是呢，它现在更加像的一个东西是，它是一个助理。今天我念给我的这个助理听，我的助理听了之后呢，开始去思考到底他想要表达是什么。它就像是一个死记官这样子，把这些东西记录起来。但是同时间，它不会一字一句的记录，它会根据我现在在讲的东西，真正的去理解，并且把这个东西记录好来，然后再直接给我。所以当我讲完我要讲的话之后呢，它就会直接变成我需要的那段文字。那这段文字呢，我就是可以直接的贴给我的 AI，或者贴给我需要贴的地方，我可以直接开始使用。所以这一个就是我感觉到 Typeless 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那还有一些其他功能，比如说我可以手动的叫它删除某一句，比如说我可以在讲话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到，前面那句不对，我可以直接跟这一个台乐继续讲，就是请帮我删除前面的话，我们再继续这样子的一段话，他会知道我的这个意思，并不是要把请帮我删除这句话给打出来，而是要我删除前面的这段话，他会能够知道这个意图，并且去理解，去做改进，所以我是可以直接去做修改的。同时间呢，我也可以直接让他把这段话直接变成英文，把这段话直接变成马来文，他会直接帮我做翻译，然后我的 copy 的这个文字呢，直接变成是那个语言。也就是说，今天比如说我在想要打一个 email 好了，或者是我想回复一个信息好了，我可能是中文的思考，我就是用我的中文把我想要讲的话，这样子一字一句的讲出来之后呢，我最后再跟他说，请帮我把前面我讲的这些话全部变成英文。这个时候呢，我就有了一段英文，根据我的翻译出来这个内容，直接可以贴给我需要贴的人，完成我这个信息的动作。那再来一个，我觉得是非常的有粘性的东西，就是个人字典。也就是说呢，我可以不断的创造我的个人字典，比如说我有一些人名啊，一些特别的名字啊，一些 client 的名字，一些 client 的品牌的名字，我可能第一次在念的时候，他肯定是没有办法做好的嘛，所以这个时候他发现到我在修改这些字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把它收录进自己的字典里面，然后我也可以手动的去输入一些我常用到的一些字进入这个字典里面，所以以后他听到这个字的时候，他就会主动判断，这可能是字典里面的某一个字，所以他就不会自己去用自己的理解，然后又听不懂，然后又尝试给我一个比较乱来的一个翻译，或者是比较乱来拼出来一个文字，他会直接先去看是不是字典里面有类似的字，直接帮我把这个东西给识别，而且它的那个识别度非常非常的高，我发现到进入字典的字都很容易会被听出来，尤其是很多很绕口很难念的东西呢，都可以获得很大的一个体验的改善。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在做的东西都是让我的整个成功率，或者是我把话念完之后呢，我的这个结果是非常的好的，也就是我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改我的文字，尽量花更少的时间去改文字，不管是它的排列方式、它的标点符号、它的格式、它的语言、它的错字、它的赘字、特殊的字眼，全部都考虑到了。所以基本上大部分我在讲完之后，我都是看了一下，最多把一些我觉得他理解错误的地方稍微换一个方式，或者可能删除一两个字，我就会直接的贴到我需要贴的地方了。那它就是有一个这样子非常大的一个魔力，让我觉得非常的好用。那回过头来，到底这个 Tyler 适合用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刚才前面有讲过了，但是我其实最主要的用途就用在这两个。第一个呢，就是用在跟 AI 沟通。现在开始呢，我能够用我语言的方式呢，不断的想要表达出来我的想法，然后可能我讲到一半，突然间我会开始去思考，我会停顿，我会开始去思考我真正想要讲的话，然后我去慢慢调整我在讲的方式，我给它更多不同的重复性的东西。但是呢，最后的结果都是它会直接帮我整理成一个可以用的一个文字。那一般上像我这样子做一轮，就是我按下录音键那一刻到结束呢，大概就是这样子一轮，最多2轮，我就能够把很长的 prompt 给打好，直接输送给 AI， 直接开始看着 AI 去真正的帮我完成任务，给我很多我自己比我想象中更好的一些质量的一些答案。那个过程是很舒服的，比起我需要自己去打字，
跟不上，或者是让语音辨识出来，然后很多错字我需要去修改，没有标点符号，读起来很难读。我在检查的时候东西一长很难检查，这个体验的感受绝对是提升很多很多倍的。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还没有用之前我没有办法感受到的，所以我很建议大家可以真的去试一下，你只有试了你才会知道它的那个使用体验是多好。那再来第二个东西我会做的东西，就是在信息的这部分，尤其是在 WhatsApp 信息，就是其实呢，我现在很大部分的沟通都是 WhatsApp 信息嘛，然后我的 WhatsApp 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 chat 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很多很多的人会要跟我沟通，不管是要做事情、拿东西、supplier 沟通、客户沟通，我的团队成员跟我沟通，各个人需要跟我沟通，我的父母、我的家人需要跟我沟通，大家都是在 WhatsApp 上面进行的。那我以前的做法呢，当我真的那一天非常非常忙碌的时候呢，我就会开始用语音，因为我发现打字会来不及。如果我很有空，我就会打字，但是我就发现打字的效率非常非常的低，尤其是用手机在打字，我发现那个效率很低，所以就变成是我回信息的速度我自己觉得很慢，然后很浪费时间，我可能花了很长一时间，可能只回复到几个人，所以我后来发现到一个更好的方式就是用语音，所以我就开始会给每个人发送语音，只要我一着急或者我东西一多，我就会开始发送语音。语音的好处就是至少我把这个东西传达给别人，比如说，这个东西我需要转给另外一个人，我就会forward 这个东西去那个人那边，然后直接在下面备注一些语音，告诉他我需要他做的东西，我需要的帮忙是这个，我需要找的东西是这样，可以不可以介绍我这样子，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沟通。但是呢，语音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会非常非常的长，比如说你很难解释那个东西，你需要解释很久，甚至是很多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因为繁忙的关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甚至都还没有想清楚我到底要做什么，所以我是在念出语音的那个瞬间呢，我才在思考到底我想要跟这个人讲的是什么，我想要表达的任务是什么，他需要做到的东西是什么，他需要完成的规则是什么，他需要遵守的条件是什么，我都是在我念出来的那瞬间，我才在思考这个东西，所以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可能会不断的重复，然后整个语音变得很长。我有时候会给人家一个3分钟、一个5分钟的一个语音，那这个东西我基本上如果是我自己不断的收到这样子，我会是很不开心的啦。然后我也听过很多00后，他们是很讨厌这个东西，就是他不能够接受人家发一段很长的语音来，他们需要进阶的文字。但是这个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多时候呢，沟通是真的需要用语音来完成的。但是的确这样子多了之后呢，在效率上的确是会有所递减，就是哇，每个人都需要听这么长的一个语音才能够开始工作，也是很烦。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段编写好的文字其实是更加好的，尤其是在他们在可能某些地方不适合打开语音来听，至少还能够看到文字直接做判断。所以我觉得信息的文字的传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时间的关系，打字是非常的低效率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 Typeless 完美的解决了我刚才讲的这些全部的问题。我现在其实很享受在跟 AI 讲话，或者是在我的电脑前面讲话，因为我发现到我可以无拘无束，我可以讲了之后再思考，我可以思考之后再修正，但是我给人家的信息绝对是最精准、最简约、最经过编排之后才会发送出去的，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好的。我既能够准确的表达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我又能够用非常高效率的方式去表达，同时间我也不会因为我没有讲出来，或者是打字的方式让我缺少了这个思考的这个部分，我还是保有我思考的部分。我在把我的话讲出来的同时，我也在思考到底我想要传达的是什么，到底我这样子讲是对的吗？到底我需要换一个方式去表达吗？这些东西都能够一次满足。当然，这个 Typeless 目前为止用下来还是有一些缺点的，比如说像现在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不能够变成会议记录，就是有时候我真的很需要这样子的会议记录，就是现在已经有很多 AI 工具在做到会议记录，就是大家都在一个会议室，或者是大家都在 online meeting， 这个是最容易的。这个软件呢就能够听到全部东西之后呢，把它变成一个会议记录，这样子我们就不需要手动去做会议记录，之后有什么东西就用搜索的方式来搜索，就能够找到之前开会的一些资料。这个是我一直希望有一个 AI 工具可以做到的，因为马来西亚的这个中英文的关系，我需要的是在线下会议的时候，这个东西也能派上用场。但是目前为止Typeless还是做不到，因为它是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好像是我不确定那个具体的时间，可能是5分钟还是多少分钟，超过这个时间之后，它就会强制的关闭，它不是能够支撑1-2个小时都能够不断的在录，然后最后变成一个东西。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在开放办公室工作的人啊，就比如说我大部分的团队成员啊，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因为会很害羞。
我在做工的时候，突然间我开始讲话，然后我又把我心里面想的东西，比如说我可能要跟客户道歉，或者是一些比较尴尬的东西，或者是我要向我这个同事询问某个东西，我都不小心告诉大家了，因为我把我的这个思想，我的这些东西呢，都必须要念出来，AI 才有办法听到。所以虽然它的那个速度是很快，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在旁边有很多同事的情况下面，这就是一个不能用的东西。我自己的情况是，大部分情况下我都是一个人在工作，所以我的四周围都是不会有其他人的，所以我就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然后让这个语音帮助我提升我很大的效率。所以这个是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地方是用不到的，这个我也不懂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能够在一个公共场合依然能够这么高效率的去进行沟通，我觉得会是一个更好的。那我们就看以后有谁想到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最后来做一个总结的话，就是我发现到这样子一个 AI 语音转文字的工具呢，虽然看起来已经非常的过时，但是如果它的体验够好，它的能力够强的时候呢，真的是有一种非常好的一个感觉，它让我看到了很多未来的可能性。就是比如说，我发现到如果以后的 AI 实体，也就讲我们讲机器人，或者是冰厨，或者是一个实体的东西，它需要跟我沟通，或者是我可能走在购物商场有一个 AI 在跟我沟通，那我希望遇到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很强的一个 AI。如果它用了一个更加差的一个辨识语音的系统呢，聊天起来就是非常费力，他又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又给我一堆赘字，然后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做好。但是呢，如果我今天交流的是一个这么强的一个 AI，能够跨语言，能够听懂语言之间不同的东西，能够最佳了解我，那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 AI 呢就会真正的开始改变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交互就变了。如果今天所有的实体的机器人能够跟我们真正的很好的进行沟通，速度上也很快，回应上也很快，能够听懂不同的语言，我觉得它能够展开的那个可能性，能够展开的那个未来想象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真正的进入了大家在想象的那个 AI 助理的一个世界，所以我觉得它很好的帮我开启了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同时间回到一个工具的层面呢，我觉得它就真的是像是一个助理，就是不辞劳苦，随时可以工作，在我的电话，在我的电脑，随时都可以继续的工作，继续的听我把我想要讲的话变成一段适合的文字，在非常快的时间里面呢，让我可以把它输送出去，让我可以真正的把我的心力跟我的时间呢，花在怎么样把一个信息传达好这件事情上面，而不是花在打字、信息丢失，或者是讲话的时候胡乱说一通。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用了 Tablet 之后，我觉得我会持续订阅下去的一个理由。那这个星期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